这次轮到美军被胁迫，一上午占领5个据点，塔利班攻势迅猛，美军陷两难。最新表态要重返阿富汗，结果美国人早有预料。众所周知，阿富汗在世界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有人说，控制了阿富汗，就相当于控制了欧亚大陆中心。而只要美军控制了欧亚中心，那么任何一个强大势力都不可能从美国手里再整合欧亚大陆。但是美军在阿富汗布局了20年，却突然宣布撤军。现如今，在阿富汗的美国驻军已经撤离大半，接近撤退的最后阶段。不过，整件事情绝对没有这么容易。美国并不是想抽身就能抽身的。阿富汗总统加尼曾警告过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将产生恶果。如今这一警告似乎正在变成现实。据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塔利班攻势迅猛，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预期。仅仅是1个上午的时间，塔利班就占领了阿富汗全国34个首府中的5个。按照这样的势头下去，塔利班攻占整个阿富汗将是早晚的事情。这一后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一旦塔利班武力夺取了政权，那么阿富汗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被遗弃的国家。另外，更加危险的是，这将给世界反恐形势带来更进一步的严峻挑战。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美军所希望看到的。因此，美军国防部日前表态称，美军在条件允许时，将继续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支持。这似乎可以理解成，美军将视情况重返阿富汗战场。但是对于现在的美军而言，无论是去还是不去，面临的局面都非常棘手，这无疑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当初美军进行中东战略收缩的初心是想集中精力对付崛起势头强劲的中国，但是一旦重返阿富汗，又将会再次深陷战争泥潭。但放任不管，同样会对美国全球霸权造成巨大的冲击。毕竟美国战略撤离阿富汗形成的权力真空，将很快被其他国家所填满。而无论美军做出哪一种选择，带来哪一种结果，最后美国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美国霸权已到末路。美国国家利益专家马克·卡茨列举了美国霸权走到穷途末路的5点表现，其中有2点同美国当下的选择有关。一个是美国在阿富汗等地长期的军事行动未占据上风，而另一个是美国未能很好遏制中国增强实力。或许早在20年前，美国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决策失误，而下场或许是两头都失利。无论是在阿富汗问题还是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或都将败得彻彻底底。试图搞出口制裁失败后，立陶宛再次挑衅中国，无视一中原则，让台岛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中国强势出击，一招让立陶宛心惊。为何胡锡进凭立陶宛的所作所为，会直言其必将付出代价？近日，立陶宛这个欧洲小国又一次跳出来了，还直接放话，允许台岛在立陶宛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全面负责岛与台的各项事务，并且这个决定是在中方多次劝告、反复交涉的情况下毅然做出的决定。也就是说，立陶宛这是铁了心要针对中国，为此不惜直接出手挑战一中原则。其实说到立陶宛，很多人可能都有点印象，并且不是什么好印象。自从特朗普正式全面和中国开启对抗模式后，立陶宛就全面站边美国，更是用着一种美国的敌人就是我敌人的心态，在国际社会上多次针对中国。这次立陶宛这个东欧不足300万人口的小国就再次出手了，没想到却惹恼了中国，中国一招反击，后果直接当机立现。这不是立陶宛第一次挑衅中国，在之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中国怎么样怎样。不过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没什么，区区一个立陶宛对于中国来说根本就不足为惧。而且就在几天前，立陶宛还试图用出口制裁来针对中国，放话不让白俄罗斯出口中国的物品从立陶宛的港口送出。结果转头俄罗斯就直接表示，白俄罗斯出口的所有物品都可以选择从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港口运输出去。这下立陶宛直接傻眼了，不仅没有如愿以偿，反而还丢了生意。这样一来，未来白俄罗斯的出口物品自然不会从立陶宛经过了。而立陶宛这次又直接涉台，无视一中原则，已然触及中国红线。对此，中方直接一招反击，宣布召回中方驻陶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也召回自己驻华大使。其实怎么说，这回中方也是给立陶宛留的面子的，只是要求双方都召回自己大使，而不是直接驱逐立陶宛的大使，让双方不至于直接断掉外交关系。后续立陶宛想要求和，也还是能够通过代办来进行的。不过不得不说，中方出招确实强制的让立陶宛心惊。要知道早年间中国和荷兰也是这样召回大使，将为代办级，荷兰在这中间损失了多少，就没办法用数字来描述了。所以这次中国对立陶宛可算是手下留情了，如果之后依然不醒悟的话，那就必然要受到中国雷霆打击了。就像是胡锡进凭这件事的时候所说，如果一直这样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立陶宛终将会因为肆意破坏国际规则而付出代价的。发生了什么？
联合国大会上，中美代表吵起来了，借南海公然下战书。这次中方反应非常危险，布林肯欲成出气筒。近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海上安全问题公开会上，中美正面交锋，引发众媒体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就南海问题再做文章，摆出一副高姿态的模样，警告中国。我们看到船只在南海的危险相遇，以及推进非法海上领土主张的挑衅举动。美国已经对威胁合法使用海上资源的国家进行了慰问。布林肯强调，和平解决海上争端是美国及其他所有国家的事情。这种子虚乌有的指责，布林肯是怎么说得出口的？明眼人都能看到，一直以来在南海实施胁迫、霸凌，从而加剧南海形势紧张的就是美国自己。自从美国将目光投向印太海域后，南海变成了美国政治外交的舞台。美国拉拢其他国家，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挑衅中国的领海主权不说，还企图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说白了，美国才是影响南海和平稳定的幕后黑手。南海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的领海，美国根本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如今接连借南海问题做文章，反华面目可谓是彻底暴露。不过话说回来，美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倒是见长了不少。中国向来以国际法为准则，维护南海地区稳定的同时，也都与东南亚国家友好的相处，而南海局势也一直在中国海军的维护下保持和平稳定，周边国家更是在安全区域内航行。怎么美国一来，局势就不稳定了？到底谁才是南海局势不稳定的罪魁祸首？美国应该比谁都清楚。中国尊重航行自由的权利，但是若某些国家得寸进尺，企图通过争议水域来挑战中国底线，中国也绝不会客气。早在希尔曼访华之际，王毅外长就给出了3条底线，警告美国立即停止破坏中国主权的危险行为。就连前不久的东亚峰会上，王毅外长也勒令布林肯死了这条心。结果布林肯又在联合国会上贼喊捉贼，看来是没将我方警告放在眼里。至此，联合国上中美代表正面交锋，亦有吵架之势。我方代表带兵就美国在南海海域的立场进行了驳斥，指出美国才是整个世界的动乱之源，美国军舰闯入南海挑衅，公开在周边国家挑拨离间，才是南海稳定的最大威胁。带兵指责美国在联合国上炒作南海，完全是政治企图。中方代表火力全开，一番表态后，布林肯被反驳到面红耳赤，被外界解读这是成了出气筒了。既然美方敢就南海问题公然下战书，那我国自然不会容忍。如今的中国反应非常危险，若美国再借南海做文章，中国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说话了。该亮剑的时候，一定毫不客气的亮剑。只因向中俄1出口产品，美企就被罚660万美元。俄媒嘲讽称，美国疯起来真是连自己人都打。众所周知，世界上最狠的国家莫过于美国。这里我们所说的狠，并不是指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是其在利益面前能够做到不择手段。为了维护霸权主义，美国选择对那些反击霸权的国家实施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甚至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开始对自家企业下起了狠手。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近日报道称，美国本土一家测量仪器制造商世德科技公司即将面临660万美元的罚款，理由据美国国务院声称，是因为该公司未经批准就曾向中俄1出口雷达系统测试软件。而在此之前，美国财政部还对世德科技公司向伊朗出口相关产品进行了指控。针对这些问题，美国国务院声称，在更早之前，曾与世德科技公司达成了某项协议，那就是不能给那些美国政府制裁的国家或企业提供产品。但是在经济利润的诱惑下，世德科技公司还是违背了这项协议，所以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只好痛下狠手，对自家本土的企业予以处罚。我们都知道，中俄1作为美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在近段时间一直都被美国视为眼中钉，也因此被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而美国政府也严禁本国企业对列入制裁名单的国家出口产品，尤其是与军工相关的产品。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之所以会这样做，就是想通过打压制裁的方式，来让那些反抗霸权主义的国家感到畏惧，从而让他们屈服于美国的霸凌之下。但实际上，美国耍狠的这一套已经越来越不好用了。世界上许多苦美国霸权久矣的国家，都开始意识到，越是容忍美国的无理挑衅，就越容易遭到他们的欺压。所以像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都已经开始奋起反抗，并掀起了一股去美元化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显然有些慌了，禁止本土企业向中俄1出口军工产品，就更是将其内心的恐惧暴露了出来。因为他们总是担心中俄军事实力的不断发展，迟早会超越美国，从而动摇其全球的霸主地位。而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得到加强，也不利于美国霸权在中东地区的实施。因此，为了巩固霸权主义，美国也不惜对自己本土的企业下手，也难怪会有俄媒评论称，美国疯起来真是连自己人都打。